中国的中央财政彻底闹饥荒了。官方数字写的体面，2025年9月收入6913亿元，但支出是多少呢？15844亿元。短短1个月，收支缺口高达8931亿元。你没看错，将近9000亿的窟窿。这不是哪个地方政府花超了，是整个中央财政在负增长。财政部公布数据的那一刻，像是一张精致的面具被扯碎。所谓稳增长，所谓财政韧性，在现实面前成了笑话。甚至有网友调侃说，这不是亏空，而是盈余增长，增长了个负号。一句话，财政不只是紧了，而是饿了。根据财政部10月27日的公告，2025年前3季度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为17.9万亿元，同比只增长 2.3%， 而支出高达 20.8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6.7%。增长的不是收入，而是开销。填不上的缺口全靠发债。仅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就在第2季度攀升到379638亿元，接近380万亿。换句话说，中国的中央财政已经在借钱过日子。每发一笔工资，每修一条路，每盖一所学校，背后都是一串越来越长的债务数字。财政收入的增长正在枯竭。过去依赖的土地出让金早就被房地产市场的崩塌带进深渊。财政部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前3季度，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仅为 2.3 万亿元，同比下降近 18%。这意味着地方财政的奶牛死了，中央的奶瓶也快空了。财政闹饥荒，最先受影响的不是大城市，而是中西部的基层。在贵州、甘肃、黑龙江等地，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被迫压缩。贵州一个县的财政局职员在社交平台上吐槽，上面要发工资，下面没钱拨，学校食堂赊账3个月，医院设备维修停了半年。这不是孤立。据中国财政杂志统计，截至2025年9月，全国已有超过160个县级财政单位出现赤字警报。地方财政靠转移支付续命，中央财政又靠发债支撑转移支付，这是一场环环相扣的饥荒。支出压力还在继续膨胀。2025年，仅养老、医疗和教育3项支出就已经占到了财政总支出的60%以上。与此同时，中央还要投入巨额资金稳增长、促投资、保交楼。一个政策文件下去就是几千亿，而每一个民生兜底都成了新的债务包袱。财政的本质是钱从哪里来，花到哪里去。过去的中国财政像一条高速运转的机器，地方卖地，中央征税，国企分红，形成一个稳定循环。但如今，所有的齿轮都卡住了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 1.7%， 其中企业所得税下降 4.9%， 进口环节增值税下降 10.3%。企业利润下滑，消费疲软，出口萎缩，税源枯竭。财政收入再多花样，也做不出奇迹。当收入不足，债务就成了唯一解药。2025年前9个月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超过 4.9 万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0%。但这些债的用途大多是以债还债，以旧换新。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滚动率已经超过 80%， 很多项目几乎没有现金流支撑。更可怕的是，中央财政也开始大规模对冲发债。9月单月，中央国债发行规模突破 1.5 万亿元，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。财政部一句优化债务结构，背后是无奈的现实。财政机器靠借新还旧，勉强维持运行。过去10几年，
中国的增长故事建立在房地产繁荣、地方举债和出口红利之上。可如今，房地产断供潮爆发，地方债务爆表，外需疲软，三大支柱一起崩塌，财政体系像一栋没有地基的高楼，随时可能倾斜。财政部的数据说明了一切。2025年前3季度，全国房地产相关税收、契税、土地增值税、房产税同比下降超过 28%，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几乎断粮。而企业利润下降，使得税收进一步缩水。9月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11.6%， 制造业利润暴跌近 20%。财政的每一滴血都在被产业的寒冬一点点抽干，财政机器正在慢慢停摆。中央的支出节奏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掐住了喉咙，地方政府在等待拨款，企业在等待补贴，民众在等待救助。可钱真的越来越少了。财政饥荒不是某个地方的问题，它已经成了全国性的系统性风险。当中央财政都开始靠债活命，整个国家的经济信心便失去了最后的锚。财政饥荒不只是账面上的赤字，它更像一场无声的雪崩，从中央到基层，从官员到民众，从金融体系到现实生活，每一块都在坍塌。在过去的中国，公务员是最稳的职业，是铁饭碗的象征。但如今，这口饭越来越冷了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已有超过20个省份调整公务员津贴，名义上是绩效优化，实际上是降薪。在江苏、山东、湖南等地，不少公务员的月收入下降了 20% 至 30%， 甚至连央企和事业单位也出现了年终奖研发绩效冻结的现象。在知乎上，一个公务员匿名发帖写道：“以前我们帮财政兜底，现在财政兜不住我们了。”财政紧张到什么程度？有地方财政局明确通知，公务员工资将延迟发放至下季度。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。体制内的信任链条正在断裂。一个财政饥荒的国家，最先冻结的不是投资信心，而是安全感。财政问题的另一面是老百姓的日常，养老金正在成为一个无法掩盖的黑洞。根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，2025年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约 5.7 万亿元，同比下降 3.6%。更刺眼的是，基金收支差额已连续3年为负。2025年前3季度支出超过收入4200亿元。财政部不得不多次动用中央调剂金补洞，但调剂金也是有限的。截至2025年9月，中央调剂基金余额不足 1.2 万亿元，已被提前动用近一半。这意味着，一旦经济再度下行，养老金发放可能出现区域性延迟。东北的情况最严峻，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3省的养老支出负担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超过 40%。有地方社保中心工作人员无奈表示，资金池快见底了，现在靠中央拨款维持。对于千万退休老人而言，这意味着饭卡可能有一天刷不出钱。财政饥荒还带来了另一种隐形削减。在教育、医疗、公共工程领域，大量项目被迫搁置。教育部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国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同比仅增长 1.2%， 为近10年最低增速。不少地方的学校建设停工，教师编制冻结。在安徽阜阳，一所中学的新校区烂尾3年；在贵州六盘水，学校冬天供暖预算被削减。医疗系统同样受创。国家卫健委披露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公立医院财政补助同比下降 8.5%。很多基层医院的设备更新停滞，医护岗位空缺无法补充。一个县级医院的负责人在采访中叹气，财政拨款不够，
救护车的油钱都是凑的。财政饥荒的现实不是抽象的数字，而是一所停建的学校，一个缺药的病房，一张无法报销的医保单。财政危机像一张巨网，中央靠发债过日子，地方靠融资平台续命，但债务越发越多，利息越滚越高。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突破47万亿元，其中超过40%的债务由城投平台承担。这些平台原本用于基建投资，如今却成了债务炸弹的集散地。据财新报道，仅云南省一家大型城投平台，2025年上半年利息支出高达总收入的63%，这意味着他赚的每一块钱有6毛多要拿去还债。这不是企业，而是地方财政的缩影。借债发工资、借债养债正在成为普遍现象。债务雪球越滚越大，最终压垮的不仅是财政账本，而是整个经济运行的根基。财政紧张意味着国债需求膨胀，货币供应失衡，央行正在加速印钱。2025年前3季度，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12.3%， 是近6年来最高水平。但钱越来越多，实体经济却越来越冷。银行不敢放贷，企业不敢投资，老百姓不敢消费。通货紧缩与财政赤字同时出现，形成罕见的冰火两重天。金融市场的恐慌正在蔓延。2025年10月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破 2%， 创下历史新低。这意味着市场宁愿拿极低收益的债，也不敢碰风险资产。资本市场的冷空气正来自财政的破洞。有人说，财政赤字只是暂时的，只要经济复苏就能填上。可问题是，复苏靠什么？靠房地产，房子卖不动；靠出口，订单在萎缩；靠消费，工资在下降。2025年的中国已经陷入一个闭环，经济下滑，税收减少，财政吃紧，投资缩减，就业恶化，再次下滑。中央财政的8931亿亏空，不只是一个数字，而是一种象征。它象征着国家的现金流危机，也象征着普通人生活的信心崩塌。财政的饥荒终将传导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，或许不是今天，但一定会到来。当国家的钱袋子开始见底，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。